看着地上那2截仍旧在扭动着的蛇躯，以及自己那鲜血喷涌的半截手掌，这光头壮汉在惨叫过后便彻底呆住了，甚至剧痛都被震惊压住了一些。这怎么可能？以往他们只要放出这种改造过的黑蛇，必能无往而不利，从未失手过。可今天却踢到了如此坚硬的铁板。就在这为首的光头壮汉因震惊和剧痛而浑身僵直的刹那，旁边又接连响起了2道惨叫声，唰唰，紫色剑芒再次闪过，如同死神的镰刀，精准而冷酷地掠过另外2名蝮蛇成员的手腕，2只断手当即落了地，连带着从他们衣袖间窜出来的毒蛇也全都被斩成了2截。剩余3人吓得魂飞天外，哪里还敢放出毒蛇，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可是姆彭萨已经从那一身彩色破布西装里掏出了一把加装消音器的手枪，嘲讽地冷笑道：现在想跑晚了，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自由美利坚。扳机扣下，砰砰砰，3枪全部打在他们的腿弯处，3人齐齐栽倒在地，身上的小蛇也都迅速地爬了出来。姆彭萨开完了3枪，看也不看，转身直接把手枪抛给了苏无忌。后者接枪瞄都没瞄，抬手就射，又是3声干脆利落的枪响。隔着20多米的距离，3条在尘土中高速扭动，只有拇指粗细的黑色小蛇竟被子弹瞬间撕裂了躯体。哇哦，太漂亮了！姆彭萨赞道：你这枪法简直比当年大闹国会大厦的时候还要……他的话还没说完，苏无忌便赶忙冲过来，紧紧捂住了他的嘴巴。闭嘴，不许再提那件事啊！姆彭萨挣脱开来，咧嘴一笑：嘿嘿，我知道你好几年不敢来米国，就是因为这事儿，但有什么好怕的？都过去那么久了，特勤局那帮废物早就换了好几茬了。一旁的武田羽衣闻言，目光微不可察地在苏无忌身上停留了一瞬，眼神深处掠过了一丝探究之意。苏无忌敏锐地感应到他的注视，扭头瞪了他一眼，语气不善：把刚才听到的全都烂在肚子里。武田羽衣面色平静，淡然回应：我根本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那最好不过是……苏无忌冷冷说道。这时候那些流浪汉已经一拥而上，把那6个黑人全部控制起来，用扎带捆得结结实实。这些人渣，你打算怎么处理？姆彭萨抬脚踢了踢一个蝮蛇成员的脑袋，问道：全部废了手脚再吊起来。苏无忌的声音冷冷，其中似乎不含一丝感情。每个贩卖人口牟利的家伙都应该在临死前受尽折磨，应该让他们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和绝望。说着，他抓住了那光头男人的鼻环，用力一扯，后者又发出了凄惨的喊声。那鼻环被生生扯掉，鼻翼都被撕开了一个血口子。武田羽衣的眸光清敛，问道：你准备把他们吊在哪？苏无忌望向了某个方向，声音淡淡：迈阿密市政厅的门口。姆彭萨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绽放出兴奋而狂野的笑容。他用力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哈哈哈，我的好兄弟，这几年米国少了你，简直像少了盐的奶油蘑菇汤，寡淡无味，这才够劲。武田羽衣看着身边这个行事近乎疯狂的年轻男人，眼眸间不自觉地闪过了一道亮光，轻声道：我赞同你的做法。苏无忌却毫不领情，冷冷回应身边的东洋姑娘：
我做事从不需要任何人的赞同。武田雨衣这次居然没有沉默以对，反而出言怼了回去。好像你一天不打击我就浑身难受，希望你能习惯我不在身边的日子。一天之后，清晨7点30分，迈阿密市政厅，这座象征着城市秩序和现代文明的著名白色建筑，在晨曦中迎来了极其震撼的一天。7个黑人被粗糙的绳索捆住脚踝，像待宰的牲畜一样，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吊在市政厅门前小广场上。确切地说，他们是被吊在最显眼的几根路灯杆上。这7个人的手腕、脚踝处皆是呈现出不自然的扭曲角度，显然四肢已经被彻底废掉。他们全身皮肤上不知道有多少伤口，鲜血顺着脸颊和头发滴落，在干净的广场地砖上凝成一小滩暗红色的污迹。这幅景象仿佛将南北战争时期处决叛徒的野蛮场景硬生生搬到了现代文明的都市中心。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胸前悬挂的纸板，上面用红色的墨水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第一行的字很大字白书，而接下来的内容是：我们是迈阿密蝮蛇组织成员，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进行人口贩卖、绑架、虐待等犯罪活动，被我们7人绑架的年轻女性超过30名。我们在斯普鲁斯西小镇的31号房子被抓获，同时房间里还有7名没来得及转运走的女性被解救。请迈阿密警方把我们关进监狱里，让我们体会这世界上最痛苦的刑罚。请联邦调查局把迈阿密蝮蛇组织连根拔起，让天堂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任谁都能看出来，这所谓的自白书当然不可能是这7个黑人写的，而是出自于将他们抓获的人之手。见鬼，快把他们弄下来，在媒体蜂拥而至之前。市长秘书今天来得比较早，他抓着稀薄的头发，对着清洁工抓狂地咆哮着。市政厅的清洁工和那几个不专业的安保队员试图靠近路灯杆，却被那血腥场面弄得头皮发麻，受害者无意识的呻吟更是让他们有些不敢上前。把警察都给我喊来，给我封锁，彻底封锁市政厅门前广场。然而市长秘书的安排根本无济于事，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么多，在这个自媒体时代，这起事件一经传到网络上，便开始迅速的大规模发酵了。而那些老牌媒体们更是彻底疯狂了。就在市长秘书准备硬着头皮给还没起床的市长先生打电话的时候，2架新闻直升机已经开始在市政厅上空盘旋了。现在才8点钟，距离市政厅上班还有1个小时。记者们在直升机上端着相机，长焦镜头清晰地捕捉着下方的所有细节，连自白书上的所有字迹全都拍得一清二楚。各大电视台全部中断了早间节目，进行紧急新闻插播。各位观众，我们现在位于迈阿密市政厅门口，你们看到了绝非电影场景。7名自称是臭名昭著的人口贩卖组织迈阿密蝮蛇的成员被以极端方式悬挂于此。在全米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频道，女主播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她说道：我们从这自白书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臭名昭著的天堂山和这个迈阿密蝮蛇组织有关。那么这个组织的背后有没有米国政客的支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各大论坛上众人猜测纷纷，一时间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联邦调查局的佛罗里达分局办公地点就位于迈阿密，
会议室里的气氛极为凝重，投影幕布上是放大后的自白书照片。天堂山真的和这个迈阿密蝮蛇组织有关系吗？一名年轻的女探员说道。上次的丑闻爆出来了之后，被全网压下去了，不了了之，这不该是米国自由意志的体现形式。天堂山事件当时的传播速度无比迅猛，但是持续时间却非常短暂，相关的消息很快在米国媒体上销声匿迹，所有的关键词都无法再搜寻到，似乎这起丑闻从来没有发生过。艾玛，现在不是讨论米国自由意志的时候。那位已经45岁的行动主管重重地一拍桌子，加重了语气说道：不管这7个人做过什么，都不能被挂在市政厅门前的路灯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迈阿密已经回到了1863年之前。那个名叫艾玛的年轻女探员冷笑道：就算是回到那时候，都不见得会出现天堂山事件。旁边一名资深女探员也是情绪激动，说道：艾玛说得对，解放宣言让他们不再成为奴隶，却让他们开始拐卖女人。依我看，如果这样的话，不如全米国回到大众职员时代。会议室里有2个黑人探员，听了这话，气得把手里的文件夹狠狠扔到地上，摔门出去了。艾玛说道：说实话，看到那些人渣被这样吊起来，心里真是有点解气。行动主管看着2个女探员说道：艾玛·艾莱尼，现在不是你们表达愤慨的时候，要记得自己的职责。年轻女探员艾玛指了指那2个摔门离开的黑人探员。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了吗？他们只记住了自己的肤色。另外那位名叫艾莱妮的资深探员说道：我认为艾玛说得对，这次把7个人贩子挂上路灯杆的人是英雄。行动主管狠狠瞪了他俩一眼。收起你们的个人情绪，我们是执法者，不是审判官。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如今的迈阿密绝对不能容忍。艾玛双手抱胸，气呼呼的不讲话了。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经历过什么，在我们管辖的地盘上，都绝对不能用这种极端方式挑战执法权威。这是对我们 FBI 的公然蔑视。行动主管重重一拍桌子，吼道：成立重案组，优先级提到最高。我要在24小时之内看到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而在这个分局会议室里发生的争吵，同样在网络上各处上演着。米国男女之间的冲突本来就很激烈，这次又掺杂进了种族之争，简直是吵得沸反盈天，根本理不出个头绪来。某处酒店房间里，一个身穿米色大衣的长发姑娘用平板电脑看着新闻，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怎么感觉米国社会突然就朝着2极撕裂了？房间里还有一个紫衣姑娘在擦着刀，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无忌打了我3个电话，发了4条信息，你呢？穿着大衣的姑娘嫣然一笑：我收到的信息比你多1条。她饮下没说的是自己的未接来电比对方少1个。根据加油站那个沾染了油污的摄像头所拍下的模糊画面，那个名叫麦吉斯的脏辫女人是被一个东亚面孔的男人粗暴地塞进了一辆汽车的后备箱，而在男人的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厚重羽绒服同样东亚面孔的女人。尽管画面分辨率低得可怜，但有了明确的影像线索，佛罗里达州的联邦调查局立刻像被抽响了鞭子的陀螺，高速运转起来。探员艾玛和艾莱妮都加入了重案组，
正沿着第4大街进行枯燥的走访。重案组其实已经查到了流浪汉聚集地，但是这个米国版的丐帮也是非常有纪律性，面对探员的各种盘问，要么装傻充愣，要么死活不开口，愣是一个字都不肯泄露。更棘手的是，这片区域的公共监控系统早已年久失修， FBI 的探员们难以找到直接指向嫌疑人的确凿证据。这个人口拐卖组织竟然是养蛇的，艾玛说道。用蛇来参与绑架，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在大学时是读刑侦专业的，可是教科书上所有的绑架案都没提过这种方式，简直闻所未闻。资深女探员艾莱妮面色凝重地说道。而且不是普通的蛇，是经过了基因改造之后的变种，释放出的毒素专门针对神经系统，能致人昏迷却不致命。说到这儿，他轻轻地吸了一口凉气，心中都随之冒出了一股寒意来。看来这个迈阿密蝮蛇组织恐怕不只是个拐卖人口的犯罪团伙，背后可能还藏着我们不知道的科研能力。这种细小的黑蛇简直是完美的犯罪工具，能轻易从门缝潜入，受害者往往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咬中，瞬间失去意识，醒来时便已经失去自由了。人口贩卖这个古老的罪恶行业，如今在科技的加持下变得更加隐蔽和恐怖。年轻的艾玛说道。艾莱妮姐姐，你说这个迈阿密蝮蛇组织和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禁锢黑渊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不好说。艾莱妮摇了摇头，眼神锐利。据说禁锢黑渊也拥有一定的基因技术，在改造人体方面很有水平，说不定顺手就把科研成果用在改造蛇种方面了。艾玛叹了口气，语气之中带着强烈的不满。说真的，这案子我查得心里好憋屈。你看，局里那几个黑人同事，只顾着纠结肤色和政治正确，还记不记得自己的职责是打击犯罪？过去一天，全美各地爆发了数十场游行示威，舆论两极分化，意识形态的伤口再次被狠狠撕开。当然，并非所有黑人都将那7个被吊起来的人视作同胞。在许多明事理的人看来，这些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已经连最基本的人都算不上了。全世界的目光都已经朝着这边投过来，但绝大部分人不仅支持把那7个人贩子挂上路灯杆，甚至都发声建议米国直接将他们绞死，以杀鸡儆猴。两人已经走访了一整条街，并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当然，他们也没有挨家挨户的仔细询问。身为女人，又是白人，他们心有戚戚，内心深处觉得那位神秘行刑者的私刑用得好。对付那些毫无人性的畜生，或许只有更残酷的手段，才能彰显某种意义上的正义。此刻，那7个被倒着挂在路灯杆上的家伙并没有死掉，但是情况却比死了还要痛苦得多。他们四肢的肌腱全部被利器生生割断，从腿骨到臂骨再到肩胛骨，都被电钻钻出了很多窟窿眼。甚至胸腔和腹腔更是被扎了好几刀，除了心脏还在跳动之外，主要脏器严重受损，肾脏更是根本不能用了。受到这种炼狱般的折磨，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尤其是那个领头的光头男，脊椎和腰椎上还被电钻开了几个小孔，根本就站不起来了，甚至彻底失去了对大小便的控制。资深探员艾莱妮低声说道：其实行动主管虽然表面上始终在骂我们，
但我能看出来，他在这件事情上是支持那个行刑者的。行刑者？这是网络上那些支持者给苏无忌起的新代号。艾玛撇撇嘴，他也就敢批评我们了，怎么不敢去训斥那几个黑人探员？艾莱妮摇了摇头，他也没办法，我看就是欺软怕硬罢了。艾玛气哼哼地说着，拿起了对讲机，没好气地汇报道：主管，第4大街排查完毕，没有发现嫌疑人踪迹。然而频道里一片寂静，没有任何的回应。主管，收到请回话。艾玛又重复了2遍，对面依旧是一片令人不安的死寂。不对劲。艾莱妮的眉头紧紧锁住。她与行动主管共事多年，了解他在工作之时的严谨。他绝不会无故失联，肯定出事了。然而就在艾莱妮话音刚落的瞬间，艾玛突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叫。一条漆黑油亮的小蛇不知何时已经盘踞在了她的大腿上，三角形的蛇头微微昂起，猩红的杏子嘶嘶作响，离她的关键位置仅有几厘米。艾玛简直感觉到头皮都要炸了。旁边的艾莱妮反应极快，立刻从腰间拔出枪来。可是她犹豫了一下，却没能扣动扳机。毕竟这一发子弹打出去，就算碰巧把那条小蛇打死了，艾玛的大腿肯定也是血肉横飞。这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咱们的车上的？艾玛艰难地说道。她平日里的工作表现极好，但是此刻却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一样，简直动弹不得。她浑身僵硬，眼睁睁看着那条小黑蛇顺着她的裤子滑下，随后从脚踝位置钻进了裤管里。一阵冰凉滑腻的感觉顺着她的小腿、大腿游走，鸡皮疙瘩已经布满了艾玛全身。随后，可以。她发出了一声尖叫，因为她感觉到了刺痛。那小蛇已经在她的大腿上结结实实地咬了一口。艾玛想要开门下车，可刚刚才把车门打开一条缝隙，却感觉到眼皮已经变得很沉了，四肢都提不起任何的力量来。这毒性发作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你怎么样？艾莱妮担忧地问道。你快走，离开这儿，不要管我。艾玛已经快要说不出话来了，似乎浑身的力气都在被抽离。她在彻底昏迷前，感觉到那冰凉滑腻的小蛇离开了自己的裤管。艾莱妮立刻开门下车，可是她才刚刚把车门打开，一只脚还没来得及迈出去，一道听起来有些怪怪的声音便从侧后方响起。别动，探员小姐。紧接着，艾莱妮便感觉到自己的后脑勺被一支枪给顶住了。你们是谁？艾莱妮冷冷问道。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道声音里透着嘲讽和戏谑之意。你们这2个女人长得都还挺漂亮的，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艾莱妮冷冷说道。敢绑架我们，你要牢底坐穿。哦，对了，有些男人就喜欢玩角色扮演。身后的男人笑眯眯地说道。你要是能穿上 FBI 的特工制服，说不定拍卖价能翻倍呢，哈哈。听着这话，艾莱妮的一颗心沉到谷底。她想要反击，可是忽然感觉到小腿刺痛，一股麻痹感觉瞬间从刺痛处涌出，被那条蛇隔着裤子咬了。放心，不会死人的，这条小蛇只是会让你们昏睡一会儿。身后的男人伸出手，一条黑色的小蛇
便从艾莱妮的裤子上一跃而起，直接钻入了她的衣袖之中。谁让你们非要追查这起案件呢？没办法，现在只能把你们给卖了。袭击者动作麻利地卸掉两人的武器和通讯设备，用扎带反绑双手，用大号的黑色塑料袋将他们套住，随后把二人拖进了一旁伪装成市政维修车辆的面包车里。与此同时，几个街区外的一条小巷里，行动主管倒在血泊中，他的配枪和对讲机掉在几米开外，身中数刀。最严重的一处伤势在腹部，鲜血汩汩涌出，看起来触目惊心。迈阿密蝮蛇组织倒也是够现实的，美女探员还有绑架的价值，至于男性特工，直接清除掉。这位行动主管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强撑着意识，用尽最后的力气按动了藏在手表侧面的紧急求救按钮，然后眼前一黑，彻底地失去了知觉。1个半小时后，城郊一座废弃的冷冻仓库，艾玛和艾莱尼被冰冷的水泼醒，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被拖的只剩下了贴身衣物，被绑在生锈的金属椅子上，身处空旷的仓库中央，周围站着5、6个面目狰狞的男人。其中一个身穿维修公共装的男人开口说道：两位女探员把你们请到这里来，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事情。艾莱尼一听这略显奇怪的声音，就知道这家伙就是袭击自己的那个人。艾玛的脑袋还有些昏沉，她咬着牙说道：我的同事们一定会抓到你们的。你们没有什么同事了。那维修工男人微笑说道：重案组已经全部遭到了袭击。什么？艾莱尼和艾玛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联想到之前失联的行动主管，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家伙并没有撒谎。维修工男人冷笑着说道：而袭击重案组的罪名都会被安在那个神秘行刑者的头上，或许再过几分钟。你们这群混蛋！艾玛又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寒战，已经从昏昏沉沉的状态里彻底清醒了过来。他的脸色因寒冷和恐惧而苍白，但眼神里的倔强却丝毫未减。旁边的艾莱尼咬紧牙关，依旧一言不发，用沉默对抗着敌人。我就喜欢看你们这么倔强的样子。那个维修工的目光在他们那曲线起伏的身上来回打量着，笑眯眯地说道：不愧是联邦探员，这身材实在是太好了，好像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健康和活力，真是迷人的商品。这声音很别扭，有点像是刻意捏着嗓子说话，很不自然。艾玛被这种充满不尊重的眼神盯着，浑身不适，怒声道：你敢碰我一下，我发誓一定让你后悔终生。维修工呵呵笑了笑，说心里话，我是真的很想碰你们，但是我如果碰了你们，或许就会影响最终的拍卖价格了。不过嘛，我还有个比较特殊的爱好，那可就更有趣了。他的笑容看起来有些别扭，也有些玩味和狰狞。艾玛盯着他的脸，似乎觉得有点微微的熟悉，但更多的还是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变态意味。维修工打了个响指，笑着说道：来呀，给这两位漂亮的联邦女探员上道菜，让他们尝尝我们小宝贝的滋味。一名手下应声打开旁边的金属箱，一股浓重的腥气瞬间在压抑的空气中弥漫开来。箱子里10几条漆黑的小蛇紧紧纠缠，不停地扭动，那景象让人头皮瞬间炸开。艾玛和艾莱尼的身上
控制不住的冒出了冷汗，心脏几乎跳出胸腔。维修工吹了个口哨，随后亲自抓起了2条小蛇，动作不紧不慢，分别放在了艾玛和艾莱妮娜被冷水浸湿的小肚子上。冰凉的触感和滑腻的蠕动让艾玛惊恐万分，她本能的想要挣扎，但手脚被牢牢捆在金属椅上，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黑色的细长身影蜿蜒向上，朝着她的胸口和脸颊爬来。艾莱妮同样浑身紧绷，皮肤上瞬间布满了鸡皮疙瘩，一股强烈的干呕感从食道中涌出来。你们表现得很有骨气，这不是缺点，但是我想，当这2条小蛇钻进你们的身体里，你们的嘴巴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硬。钻进身体里，这话语中的每一个字都让人不寒而栗。维修工说着，笑眯眯地吹了个口哨。那2条小蛇本来已经快要从肚子爬到脖颈位置了，听到了这口哨声，就像是接收到了指令，立刻调转方向，迅速爬向2个女探员的大腿。啊！艾玛全身被惊恐彻底包裹，终于控制不住地尖叫了起来。然而就在这一刻，轰！废弃冷库的厚重大门忽然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响，一辆在车头加装了钢板的重型卡车以极其嚣张的姿态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里。这重卡如同钢铁巨兽，带着无可阻挡之势，直接凶狠地撞了进来。这废弃冷库的2扇大门被轰然撞倒，砸落在地，引得整个地面剧烈震颤。2条小蛇似乎也觉察到了现场情况的巨变，动作也都为之一僵。那维修工眼光骤变，立刻从腰间拔出了手枪。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瞄准呢，震耳的枪声已经从重卡的正副驾驶位置响起。砰砰砰砰！苏无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手臂伸出了窗外，连续扣动扳机。那维修工的手腕被命中，一道鲜血随之飙溅，手中的枪也随之掉落在地。苏无忌接下来的2发子弹则是直接钻进了他的左右膝盖，在重卡尚未停下的时候，依然能够完成如此精准的射击。啊！那名维修工惨叫着重重摔倒在地。干得漂亮，我的兄弟！开车的姆彭萨极为兴奋地大吼了一声，随后一打方向盘，猛踩油门。砰砰，2个躲闪不及的蝮蛇成员直接被狂暴的卡车头撞飞，重重砸在墙壁上，当场满脸鲜血，不省人事。苏无忌已经开门跳了出去，而就在他落地的时候，姆彭萨又驾驶着重卡，从一名试图爬起来的蝮蛇组织成员的后背上碾压了过去。此人的后背直接被压扁了，脊椎骨瞬间被压断，一大滩鲜血混合着屎尿迅速在车轮之下炸开。而紧接着，剩余3名试图反击的蝮蛇组织成员也遭到了苏无忌的子弹点名。除了那名穿着维修工服装的男人之外，苏无忌没有再留下任何活口，每一发子弹都是正中眉心。武田雨一始终坐在卡车后排，系着安全带，近距离目睹交战的全过程，表情始终不变。苏无忌收起枪，看了看那2个惊魂未定的女探员，目光随即落在他们腿上那2条又开始蠢蠢欲动的黑蛇上。他上前一步，双手如电，猛地将2条蛇拽下，狠狠摔在地上。2条小蛇的身上皆是溅起了一蓬血雾，扭动几下便不再动弹。苏无忌问道：
你们没事吧？说实话，这幅场景他看了都觉得有点反胃，女性看了估计更承受不住。艾玛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脏仍旧在狂跳。她心有余悸地说道：差一点就有事了。要是被这种蛇钻进身体里，她宁愿原地去死。资深特工艾莱尼也终于放下心来，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出感谢的话，眼前紫光一闪，便发现周身一松，捆住手脚的扎带全部都被精准割开了。怎么做到的？艾莱尼有些惊讶，他完全没看清楚这个青年的动作。苏无忌把艾玛身上的扎带也割断，随后扭头对着姆彭萨喊道：快把车子停下，过来帮忙。然而这哥们居然开着重卡朝着冷库的另外一端驶去，虽然已经减了速，可是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紧接着哐，重卡撞上了冷库的墙壁，终于停了下来。巨大的撞击让整个仓库都晃了晃，还好刚才车速不算太快，不然这里就要塌了。苏无忌眉头一皱，感觉到了不对劲，正要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却看到主驾驶的车门已经打开，姆彭萨的身子一歪，软绵绵地栽了下来。苏无忌立刻冲了过去，喊道：你怎么了？大意了，没力气踩刹车了。姆彭萨艰难地说完这句话，便白眼一翻，居然当场晕了过去。而在他的手背上还有一条小蛇在紧咬着不松口。武田雨衣也从车上小心地跳下来，说道：那条小蛇顺着窗户爬进来了，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苏无忌有点无语，把这小蛇给一把扯了下来，直接摔死了事。而这时候艾玛又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那个银色的箱子已经歪倒在地，里面的10几条黑色小蛇都在扭动着身体，开始争先恐后地爬出来，看起来实在是让人头皮发麻。苏无忌摇了摇头，单手拎着昏迷过去的姆彭萨又冲了回去，手中剑光扬起，几剑下去，这些小蛇便尽数被劈成了2截，蛇血溅开，散发出腥臭的气味。这次真没事了，他说道，声音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艾玛的手本能地压在胸口上，想要以此来平复剧烈跳动的心脏。艾莱尼扶着金属凳子，弯着腰，大口喘着粗气，仿佛经历了一场大战，有种近乎虚脱的感觉。这2位联邦探员此刻也大概猜出苏无忌的真实身份了，但面对这位刚刚将他们从地狱边缘拉回来的救命恩人，他们默契地选择了暂时遗忘自己的身份与职责。苏无忌走到了那个发出痛苦闷哼的维修工身边，蹲下身，揪住对方的衣领，抬起右手，毫不留情地扇了过去。啪！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冷库里回荡。然而苏无忌立刻察觉到了异样，这一巴掌手感不对，并非击打血肉之躯的质感，而且对方的脸并没有如预料般红肿起来。他目光一明，仔细看去，只见对方被扇中的脸颊边缘，皮肤已经微微翘起，露出了下方截然不同的肤色。苏无忌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了起来，他伸出手，精准地捏住了那翘起的皮肤边缘，猛地向下一撕，刺了！一张做工极为逼真的龟皮面具被生生撕扯下来，露出了面具下那张真正的脸。看到这张脸，刚刚缓过神来的艾玛和艾莱妮如遭雷击，瞳孔骤然收缩，脸上写满了无法置信的震惊。弗兰德，
怎么是你？艾玛失声惊呼，声音都因剧烈震惊而发抖。面具之下，赫然是他们在联邦调查局的同事。那位之前在会议室里因不满艾莱尼和艾玛的言论而愤然摔门离去的黑人探员之一，弗兰德。弗兰德此刻因手腕和膝盖的剧痛而面容扭曲，但眼神中却充满了被识破的怨毒。他试图挣扎，但四肢只有一条胳膊能动，使得他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原来那鬼竟然是你！资深探员艾莱妮也反应了过来，瞬间想通了许多关窍。怪不得我之前听你的嗓音觉得不对劲，原来你刻意在掩盖自己的声音，怪不得我们重案组行动不利，总是被你们抢先一步。艾玛走上前来，狠狠一脚踩在了弗兰德的脸上。弗兰德，你这个混蛋，你对得起你身上的这身衣服吗？这弗兰德面色难看到了极点，始终一言不发，但眼睛深处藏着一抹惊惶。苏无忌走了过来，把手伸进这个探员的口袋里，从里面掏出了一枚通讯器。他淡淡说道：下一个被吊在路灯杆子上的人就是你。幸好行动主管脱离了生命危险。艾玛站在卫生间门口，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上帝保佑，我们都被那位华夏帅哥及时救了下来，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位年轻的女探员此刻正和艾莱尼处于迈阿密某间私立医院的病房里，两人都已经做完了详细的全身检查，甚至还在卫生间里冲了个热水澡，洗去了一身疲惫与惊惧。现在他们正擦着身上的水珠，准备换上干净的探员制服。之前发生的事情对这两个女探员的心理冲击实在是太大了，那扭动的黑色小蛇始终浮现在他们眼前，以至于洗澡都不敢单独洗。这次的阴影或许还得持续很多天，而那个可怜的行动主管还在手术室里接受着颇有难度的手术，修复那些受损的器官。艾莱妮说道：弗兰德下手真的太狠了，还好没捅中主管的心脏，万幸添了2厘米。艾玛随后站到他的跟前，压低了声音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艾莱妮扣好衬衫的扣子，眼神恢复了沉静，说道：重案组死伤惨重，此事肯定不能压下去，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把真相公之于众。艾玛愤愤地一跺脚：依我看，直接曝光这群混蛋，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丑事。艾莱妮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当然要曝光，但我们必须要想一个合理的方式，保证一击必中。另外，分局内部除了我们俩，其他人暂时都不值得信任。艾玛神色郑重地点点头：我明白，说不定内部不止一个弗兰德。这时候敲门声响起，伴随着一道青年的声音传来：我可以进来吗？当然可以。艾玛的神色立刻变得轻松下来，连忙说道。这一刻，就连他的目光都变得明朗了许多。这个华夏青年真的很细心，还特地让人给他们准备好了换洗衣物，这份体贴让人心生好感。苏无忌走了进来，左边嘎吱窝底下夹着一个文件夹，右手拎着2杯咖啡，打量了2位英姿飒爽的探员。感觉好些了吗？我现在的状态好极了。艾玛接过咖啡，她的眼睛里释放着亮光，说道：随时可以行动，一切听你安排。艾莱妮看了年轻的搭档一眼，眼睛里微有诧异之色。毕竟她非常了解艾玛的性格，虽然工作能力出众，
但谁都不服，性格非常骄傲。可现在看来，艾玛居然愿意毫不犹豫地听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的指挥，把所有的职责和规则都抛之脑后。这就不仅仅是救命之恩那么简单了。难道是春心动了？艾莱尼看着这华夏青年的眼睛，声音沉静，问道：你准备怎么做？边喝边看吧。苏无忌把手里的文件夹递给二人。两个探员翻开了文件夹，发现里面都是这次被解救的受害人资料，以及他们被拐之后的所有遭遇，所有的笔录都很详细。艾莱尼翻看着说道：哪怕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特工们，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也很难整理得这么清晰，近乎完美。艾玛翻看了几页之后，眼睛里已经涌现出了怒火，愤愤地说道：这个蝮蛇组织简直从上到下都该被送上绞刑架。苏无忌说道：这份资料全部都是真实的，但只是一小部分。艾莱尼深吸了一口气：你需要我们怎么做？如果需要我和艾玛扮演被拐卖者潜入调查，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苏无忌认真说道：我用弗兰德的通讯器联系他的上线，然而对方非常警惕，直接切断了通话，所以我需要你们回到分局，用这份资料试探一下同事们的态度。停顿了一下，他稍稍压低了声音，补充道：尤其是你们的局长。艾莱尼的眼神一凛，深深点头：我明白。苏无忌说道：说不定会有些危险，多加小心。艾玛把文件夹合上，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苏无忌亲自开着车送两位女探员回了迈阿密分局。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办公楼入口之后，苏无忌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将车子停在街角阴影处，静静等待着消息。武田羽衣安静地坐在后座上，目光里始终映着青年的背影，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声打扰。而就在这个时候，苏无忌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一看来电，竟是穆千羽。我这大小姐，你终于回我电话了。苏无忌直接说道：玩失踪很好玩嘛，搞得神神秘秘，我很担心，也很不满意。嘴上是在表达不满，可语气里顶多只是在微微的嗔怪。谁是你的大小姐？穆千羽小声嘀咕道。他的第一句回应居然是这个。苏无忌无奈：大小姐，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的重点？可这就是我想回应的重点。穆千羽在心中悄然道。随后他轻轻一笑，声音如风铃般动听，道：我这次来米国是跟几个商界人物一起碰个面，聊了下一步的投资计划，能有什么危险呀？苏无忌呵呵一笑：穆大小姐，你现在的撒谎技术还得好好打磨一下。你觉得刚刚那个漏洞百出的谎言能骗到我吗？我是认真的，没骗你呢。穆千羽确实没骗苏无忌，但也只是说出了部分事实，隐藏了另一部分的真相。这2天米国有点乱。苏无忌没有再继续追问，转而叮嘱道：到处都是游行和示威，你出门的时候多当心一些。穆千羽的轻笑声再次响起。所以这次的风波和你有没有关系？苏无忌并未否认，只是语气之中有些无奈。我只是扇了扇翅膀，谁能想到居然引发了这么一场大规模海啸。这说明米国人的内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只是误打误撞而已。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穆千羽问道。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当然是变身成为正义使者，替天行道了。穆千羽轻声叮嘱道：大洋彼岸的水太浑浊，你别趟得太深，以免不安全。
这轻轻的声音里明显带上了一丝关切之意。苏无忌的回答意味深长：银月肯定不会坐视不理，银月既然来了，我就得来。电话那端沉默了一瞬之后，穆千羽才问道：银月组织来了？苏无忌咧嘴一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你猜我怎么猜到的？谁让你跟我打哑谜？我真的猜不到。穆千羽说道：毕竟我挺笨的。不，和穆大小姐相比，我才更笨一些。苏无忌说道：接下来怎么办？我还想听听你的指示呢。穆千羽轻笑道：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真的给指示了啊。我洗耳恭听啊。苏无忌说道。穆千羽说道：迈阿密蝮蛇组织牵涉甚广，在政界商界可能都有大靠山，想要在短时间内清除，绝非易事。这是一项大工程，我建议你不要在米国停留太久。苏无忌说道：听这句话的意思，你也不会在这儿待很长时间。穆千羽：我明天就回去。苏无忌：真话假货耶？穆千羽笑了起来：瞒你瞒的次数太多，现在你对我的信任度都低到了这种程度了吗？苏无忌不置可否，又问道：还有别的指示吗？一条不够。穆千羽顿了顿，说道：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国，这是真心邀请。回去的飞机还得10几个小时，两人在机舱里貌似可以做出很多暧昧的事情，想想都让人有些心跳加速。苏无忌此时并不知道，电话那端的穆大小姐已是俏脸微红。如果你明天就回国的话，苏无忌说道，只剩大半天时间了，我只能忍痛拒绝你的邀请了。穆千羽说道，银月并不一定需要你的帮助。苏无忌说道，虽然和你乘坐同一架飞机回华夏，还是一件挺让人向往的事情，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太放心。穆千羽被拒绝了，却没有丝毫失落，他轻笑着说道，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找个帮手来吧。苏无忌一听，眼睛顿时亮了几分。好啊，找个最能打着。穆千羽挂断了电话，看着身边那位穿着紫色战斗服的姑娘，微笑着说道，她拒绝了我。旁边正是白木哥，后者在无聊的时候就做一项工作擦刀。此刻白木哥的手顿了顿，面部线条似乎微不可察地柔和了一些。在他心里，帮银月姑娘们的忙似乎比跟你相处更重要。说完这句话，他继续擦着刀。这句话似乎稍稍的有些刻意。穆千羽完全没有半点被拒绝的尴尬与惆怅，他轻笑道，可是无忌也不知道你我现在的情况呀，我不会因此而吃醋的。白木哥把擦得锃亮的长刀插回了刀鞘，随后走到穆千羽的面前说道，你真的打算明天就回去了，不留下来近距离观战了吗？穆千羽轻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我的前期铺垫工作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看你的了。白木哥伸出了右手，归途平安。两只白皙细腻的手握在了一起。穆千羽轻笑道，等你的好消息。白大小姐有些不太适应这样与穆大小姐对视，她的眼帘微垂，移开了目光，轻声道，与此同时，迈阿密机场，一个身材高大的华夏男人走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面前，看了看对方手里举着的牌子，闷声闷气地说道，你是来接我的。牌子上写的是接华夏来的小严先生。高大的女人伸出手，你好，小严先生。小庞看着这位个头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女人说道，
你可以叫我小庞，庞大的庞。高大的女人说道。你可以叫我小王，王姐的王。小庞。好的，王姐。看着苏无忌跟穆千羽打电话时的轻松表情，武田雨衣又联想到这家伙每次跟自己说话都没好气的样子，心里竟然有点微微的不爽。在他意识到了这种不爽的感觉之后，警惕性又随之冒出来。然而这一次，哪怕是刻意提起的警惕心，也没法将不爽的感觉压下去。武田雨衣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心境似乎发生了一点不受控制的变化。我怎么会在意他的态度？怎么会在意他认不认可我？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心中自言自语。苏无忌说道：还剩8小时，然后咱俩一拍两散。马德终于要解放了，堂堂的暗影天王，天天给这个女人当保镖，最关键的还是免费的。武田雨衣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你要对付蝮蛇组织，我可以继续给你当诱饵的，至于委内瑞拉，不着急回。苏无忌扭头看了他一眼，呵呵一笑：算了吧，你这每天病恹恹的，我到时候还得去救你。武田雨衣垂下眼帘，看着放在腿上的双手：那就等过了这8小时，说再见吧。苏无忌显得心情很好，微笑着说道：好啊，再也不见。武田雨衣被接二连三的打击，眼底竟是涌现出了一抹不甘心。他咬了咬嘴唇，声音轻轻，却每一个字都很坚定：你信不信，我倒是还挺期待再见的那一天。苏无忌呵呵一笑：听你这语气，还以为你下次见面就要把我给弄死呢。不过我不介意你对我是不是有杀意，真的。他这种对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才是最刺激人的。武田雨衣眼底的战意流露出了一丝：说不定我真的有杀意呢。就像你所说的，我从来都懂得什么叫做知恩图报。随便你啊。苏无忌说完，他看了看手机上刚刚收到的消息，于是把车钥匙往后座上一丢，说道：在这老老实实待着，我出去一下。武田雨衣问道：你去哪里？苏无忌指了指旁边的分局大楼，开门下了车。武田雨衣的目光始终落在苏无忌的背影上，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大楼转角，这才收回了目光。此次独自待在车厢里，感受着难言的寂静，武田雨衣忽然有点不太适应。在这将近7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和苏无忌近距离相处，双方始终没有拉开过太远的距离。武田雨衣之前还出言回怼过苏无忌，说怕7天结束之后，对方不习惯自己不在他身边的生活。当时说那句话纯粹是赌气，但现在看来，率先不适应的竟然是自己。那个讨厌的家伙不在身边，自己的安全感好像真的控制不住的缺失了一些。这不对劲。武田雨衣联想到苏无忌之前对自己的寸步不离，表情立刻凝重了些许。就在他还没理出个头绪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有人在敲车窗。一扭头，他便看到了一张陌生男人的脸。武田雨衣的眉头一皱，心中顿时涌出了一股莫名的危险感来。胸羽小姐，你好。这男人隔着车窗微笑着说道：第一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说，我叫阿切尔。哪怕车厢的隔音效果很好，可这声音还是清楚地传进了武田雨衣的耳朵里。武田雨衣并没有关注对方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他的注意力全在那个称呼之上。胸羽。联邦调查局佛罗里达分局局长办公室的门外。
艾莱妮和艾玛对视一眼，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坚定，以及一丝清晰的紧张。这两个女探员都意识到，自己今天的选择极有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我先来吧。艾莱妮主动从艾玛的手里抽过了文件夹，深吸了一口气，敲响了局长办公室的玻璃门。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两人推门而入。分局局长普雷斯顿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他看起来50岁左右，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面容严肃，眼神锐利，自带威严。普雷斯顿从大学毕业就进入了调查局工作，工作成绩相当出色，从一线探员一路提拔到了如今的位置上，顺风顺水。局长，艾莱妮将手中的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上，这是我们整理的关于迈阿密蝮蛇组织的初步报告。普雷斯顿局长并没有立刻翻开文件夹，他的目光在两位女探员身上停留片刻，才缓缓开口。我早晨才从杰克逊维尔回来，刚刚听说了你们和行动主管帕雷尔遭遇袭击的事，很高兴看到你们平安归来。帕雷尔的情况怎么样？还在手术，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艾玛回答道。但其他重案组的同事们也都受了伤，短期内无法再投入工作，我们的调查已经陷入了瘫痪。普雷斯顿局长并未多言，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随后才伸手翻开文件夹。他浏览的速度很快，面色沉静如水，让人完全看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办公室内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气氛有些压抑。2分钟后，普雷斯顿便合上了文件夹，身体向后靠在了椅背上，双手交叉抱胸，闭上了眼睛。艾莱妮和艾玛对视了一眼，都没有吭声。又过了2分钟，普雷斯顿局长才重新睁开了眼睛，说道：资料很详细，你们做得很好，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还能取得这样的进展，辛苦了。他的语气听不出什么情绪，更是没有一丝波澜。艾玛忍不住地问道：然后呢，局长先生，你对此没有什么想法吗？关于探员弗兰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这起事件我会亲自上报，并请上级安排审查组对分局内部进行一轮严格的内部审查。他的反应无懈可击，每一步都完全符合程序。艾玛和艾莱妮并未从局长的身上看出什么异样来，但不对劲的地方是，局长似乎太平静了。毕竟分局内部出了人口拐卖组织的内奸，这可不是小事。局长先生，艾莱妮上前一步，紧盯着对方的眼睛，认真说道：我们认为迈阿密蝮蛇组织对分局的渗透可能比想象中更深，甚至可能会有更高层级的保护伞。我们请求授权，对分局所有探员和特工及家人的账户和通讯记录进行深度追踪。普雷斯顿局长的眉头微微皱起，语气明显变得严肃起来。艾莱尼探员，我理解你们急于破案的心情，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遵守程序。在没有得到上级指令之前，随意调查内部同僚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严重影响这件事，我会亲自跟进。你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艾玛盯着局长，眼神里渐渐涌出了怀疑的光，这光芒随后开始变得越来越锐利。普雷斯顿局长看着他，摇了摇头，问道：为什么这么看着我？艾玛的性子比较直接，她说道：普雷斯顿局长，你今天很不对劲。普雷斯顿面无表情。你来告诉我哪里不对劲。艾玛说道：
这不是你的风格。我读过你的事迹，你从参加工作开始，便一贯以作风强硬著称。但现在，面对出了内奸的调查局，面对嚣张的人口买卖组织，你居然选择了回避和拖延。顿了顿，他加重了语气。所以，我怀疑局长先生和迈阿密蝮蛇组织有勾结。说话间，他已经拔出了腰间的手枪，枪口直接指着普雷斯顿。艾莱妮在旁边看着此景，不仅没有阻挡年轻同事的激烈动作，反而往旁边站了一步，用身体挡住了办公室的玻璃门。这个动作无疑已经说明了所有的态度。看着指着自己的枪口，普雷斯顿表情平静地说道：艾莱尼把玻璃门的百叶窗放下来。他并未让艾玛把手枪放下，反而只是提出放下百叶窗，防止外面的同事看到这里的情况。当百叶窗放下之后，普雷斯顿开始解开制服外套的扣子。艾玛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并未发现对方有要拔枪的意思，但是他的手指依然警惕地放在扳机上，随时可以射出子弹来。普雷斯顿局长脱去了外套，又解开了衬衫。随后，艾莱尼和艾玛的目光便是控制不住的一凝，因为他们都看到局长的肩膀上缠着绷带，绷带已经被渗出的血液染红了。这……艾玛不解，缓缓地放下了枪。局长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让你们参与进来，是对你们的保护。普雷斯顿的表情依旧平静，说道：在杰克逊维尔，如果不是我躲避及时，这一刀就要捅穿心脏了。杰克逊维尔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米国东南部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艾玛重重地一拍桌子：他们简直胆大包天，居然敢刺杀 FBI 分局长。艾莱尼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局长先生，抱歉，我们不知道你遭遇了这些。在重案组受到袭击的时候，普雷斯顿局长也遭受了攻击。迈阿密蝮蛇组织，这是要把分局里所有参与调查此事的人团灭了。普雷斯顿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这只是对我的警告而已。如果我们继续深入调查，那么整个分局或许都要遭受灭顶之灾了。所以你们还要参与吗？艾玛毫不犹豫地说道：当然，那些受害人的遭遇简直人神共愤，不把这个组织铲除，我这个探员就不当了。艾莱妮的声音平静而坚定：我也不会因此而退缩。普雷斯顿局长看着眼前两位眼神坚定的女探员，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但更多的仍是凝重。很好，我没有看错人。他重新系好衬衫扣子，声音压得更低。但接下来的行动必须绝对保密，蝮蛇组织的渗透力远超想象。我怀疑总局内部也可能有他们的人。说话间，普雷斯顿走到了办公桌后面，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按了一下，书柜无声地划开，露出了一个内置的保险箱。艾玛和艾莱妮都愣了愣，他们没想到局长办公室里居然还有这种机关。普雷斯顿快速输入密码，从里面取出一份薄薄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档案袋。这是我私下调查的一些线索。普雷斯顿将档案袋递给艾莱妮，里面有几张照片，是我通过特殊渠道从蝮蛇组织内部取得的，全都是东亚姑娘。目前我并不清楚这几人是蝮蛇未完成的目标，还是已经被绑架了。艾莱妮打开了文件袋，从中抽出了几张照片。
最上面的一个姑娘看起来也就是18、19岁而已，明眸皓齿，五官动人。她站在阳光下，背后是郁郁青山，整个人简直明媚的不像话。